终于见到你了。是啊，终于见到你了，希儿。说起来，这算不算我们分开最久的一次？应该算唯一一次。因为哪怕是在月球上的那时候，我也能感知到你呢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已经见面了呀，这一定是个好的开始。这种时候还能笑出来的人，找遍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你一个了吧？可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。还是说希儿不这么认为吗？话是没错了，不过你也不要总是把事情想得太好啊。发生过一次的事，算不得什么奇迹吗？对了，希儿现在感觉如何？你毕竟身处所谓的死后世界。笨蛋，我能有什么事？还是说你觉得我会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死掉？把我抱得这么紧，你之前一定胡思乱想了什么糟糕的事吧？啊，抱歉。啊，你怎么？啊？没什么，我们说回正题吧。等等，联系你刚刚说的信息，再加上石头博士先前的猜测，这一切不还是羽兔一手操纵的吗？比起规划者，米斯特林更像是执行者，甚至旁观者。从头到尾，他都没有向我们表露出真正的敌意，每一次行动反而更趋近于试探或引导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他的伙伴普罗米修斯。至于这种若即若离的行动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，我想他或许会和米斯特林口中的拯救死后世界有关。哼，那可不是他把我们从本真世界折腾过来的理由。嘴上口口声声说着大公无私的人渣，我们在西伯利亚见的还少吗？再说沙铁国度的人已经死了，满地都是鬼火。尽管他们天天念叨高塔贤者会让他们重获新生，但我们可都经历过克洛斯腾的事情。那个奥托努力了500年，最后得出的答案和凡夫俗子理解的复活可有半点关系？希儿，人死无法复生，可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。你说的那2个人，一个是理型，一个是人工智能，就更该知道这一点。除非他们是还想整出点别的花样，比如借尸还魂什么的。应该不至于吧。总之，米斯特林大概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坏，不然他又怎么会指引大家来到岩雪圣城的边境村呢？你是说他预见了我们此刻的重逢？得了吧，我们因为他也没少吃亏，算起来这都是第2次了，你还是多留几个心眼吧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话又说回来，苏莎娜怎么没回去？当时她身上明明已经出现了量子之海将人排回本真世界的征兆，难道说因为羽兔搞的鬼，这一过程在即将实现时被什么东西阻挠了？这应该也是我们最终进入了不同世界泡的原因吧。不过要说这和羽兔的所作所为有关，我们也没有证据。再不然就只能是石头博士口中的那些规则了。可恶，先不管这些没头没尾的东西，当下最要紧的还是我们在现实中尽快会合。石头博士说过，只要能找到2个世界泡重叠的区域，他或许就能以某种形式从中通过，并帮助我们定位你的下落。现在看来他的确做到了，但那之后的事情才最让人头疼。岩雪圣城和沙铁国度看起来就像沙漏2头的玻璃球，
无论是你还是我，想要进入另一个世界旁，都需要对抗重力，去触碰自己世界的天空。如果从岩雪圣城的高塔入手，可能会轻松一点。不过，那里也正好是米斯特林和普罗米修斯极力邀请我们前往的地方。切，真是越来越麻烦了。依我看，我们不如……希儿！希儿，发生什么了？希儿，你在哪里？希儿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，让大家担心了。那就好。要不是苏莎娜说你有可能在和另一位希儿联络，我都准备唱歌喊醒你了。关于这一点，苏莎娜说的没错。可就在刚才，有什么无形的东西突然涌入了我们交流的房间，再然后，希儿就陷入了一种恐慌的状态。无论我怎么呼唤她，她都没有理会，就像我突然从她面前消失了一样。我明白了，有什么像单向透视镜一样横亘在你们二人之间，导致另一位希儿看不到你，你却能看到他。不过，连声音都能完全阻断，还不会被人察觉的镜子，我倒是第一次听说。再怎么说，那也不可能是真的镜子呀。所以，我们这是又陷入了僵局吗？倒也不尽然，在联络中断之前，我和希儿已经交换了自己获得的情报，比方说，绮罗前辈的伙伴薛丁厄博士此刻就在那边的世界，凭借他和石之律者的帮助，我才能和希儿建立通讯。原来博士在那边呀，那我们不用太担心，这件事一定有相应的解决办法。说不定联络出现问题，只是因为希儿手里这块光岩蕴含的能量消耗完了呢。你们是想换一块光岩吧？这个容易，那边的废弃仓库应该还剩了一些。那我们现在就试试吧。没有那个必要。虽然我不想打击大家的热情，但更换光岩的尝试的确是多此一举。怎么又是你？普罗米修斯正为了某件事忙得不可开交呢，而我恰好有空，就替他接下了这个活儿。米斯特林，你之前说过，当我们重新注意到那件事的时候，一切秘密也就都将得到解答。可如今，我们面对的疑团反而越来越多了。你真的不打算对此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吗？不必紧张，我正是为此而来。总的来说，假如跨越两个世界的联络可能产生某种代价，那它就绝不会仅仅出现在一块光岩上。这是指什么？维塔小姐，你对高塔贤者的印象是什么？话题变得好快。我也是想让大家更快地理解我接下来要讲的事嘛。所以，不妨说说看你对他的印象吧，碧塔小姐。好吧，我印象里的高塔贤者，他在大家眼中是一位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，同时深居简出，并因此反而更受爱戴的人哦。那么，如果岩雪圣城里出现了第二位贤者，大家又会作何感想？
等等，那真的可能吗？就常理来说，这的确是不可能发生的事。也因此，它一旦发生，就势必会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世界本身的运转。我接下来要说的是，与规则有关。在你们生活的本真世界中，中焉之简就是主宰崩坏的规则。而在我和普罗米修斯造访过的13个世界泡里，崩坏同样自有其运转之法。规则无所不在，但平常又难觅其踪。唯有人撼动规则时，它才会悠然现身。一如此时此刻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和希尔的联络无意中撼动了世界泡的规则吗？可你说的规则又究竟是？世界上存在着一位能够游走于生和死的世界的高塔贤者，这就是2个世界泡的规则之一，也是岩雪圣城居民都知道的事。换言之，你也可以认为，正是这一事实定义了所谓贤者的存在。看来你已经察觉到了呢。在名为希尔的少女体内，寄宿着异心同体的2个灵魂，而在2位希尔成功建立联系的瞬间，他们又恰巧身处不同的世界。由此，希尔便达成了化身为高塔贤者的唯一条件，即能够游走于生和死的世界，进而成为了第2位高塔贤者。异心同体？身处死后世界的希尔，难道不是和希尔同名的双胞胎姐姐吗？那个其实只是我随口编出来的故事，不好意思。抱歉，瞒了大家这么久。没关系，我倒是早就感觉到这当中有什么秘密了，只是没想到另一个希尔居然真的是另一个希尔。详细的情况我之后会和大家好好解释。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原本的话题吧。米斯特林，撼动规则会造成什么？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除了2位希尔无法再度取得联系之外，岩雪圣城和沙铁国度本身也出现了许多异常状况，而唯一能解决这场混乱的人，想必不用我说，各位也都清楚。等一下，虽然你说的头头是道，但我们现在都在荒废的边境村，还联系不上另一位希尔，根本无从验证你说的是真是假嘛。苏莎娜也成长了不少呢。既然如此，在出发之前，我就额外增加一道能让你们认清现状的验证环节吧。既然希尔已经成为了第2位高塔贤者，那么感知2个世界的现状，对你来说应当易如反掌。据我所知，只要你把自己的注意从另一位希尔身上分出来，转向那阻隔你们交流的所谓的单向透视镜就好。好吧，我会照你说的试试。原来这就是单向透视镜的本貌。街上好冷清，大家都去哪儿了？城区怎么会有怪物？不行，得尽快消灭他们。
状态的我，什么都做不到吗？都跑起来！要是被怪物追上，可就没命了。真倒霉！我只是上街买个菜，怎么就能碰上这种事？他们到底是哪儿来的？这里可是城区，是离高塔最近的城区。你少说两句，再跑快点儿！我还没看见神使呢。说来也是奇怪，神使怎么会放任怪物在大街上游荡？难道是？你就别多想了，神使一定在凯莱的路上呢，咱们还是专心保命要紧啊！是啊，哎呀，我脚又扭了，该死，都叫你专心点了。来，我扶你。照这样下去，他们一定会被怪物追上。好吧，我印象里的高塔贤者，他在大家眼中是一位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，同时深居简出，并因此反而更受爱戴的人哦。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吗？我明白了，你一定能替高塔贤者战斗吧？贤者的神使。得救了，是神使！怎么才来啊？对不起，不过你们能得救就好。总算是解决了。接下来，赶紧确认一下沙铁国度的情况吧。啊，那边的是希尔和石之律者。我好像变轻了。你真笨，连形体都没有的人，又怎么会变轻呢？石头博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明明已经堆了这么多块月岩，他们的光却还是在不断暗淡下去。莫不是大限将至，真要升天了？不知道，只凭现阶段搜集到的信息，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。希尔，你还在联系另一个自己吗？好嘛，这家伙又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说话了。没关系，这是我重获新生前必须经历的苦难。我相信贤者大人。喂，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迎接新生的吗？你怎么能抛下我一个人先走呢？烦死了！你们本来就是死人，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？别像白痴一样傻叫，滚一边去！
这力量是贤者显灵了，请再多打我们几下吧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怎么可以对希尔小姐如此僭越？还不快谢谢人家！哦，对啊，谢谢希尔小姐。好家伙，你居然还有这么一手！这个问题我还想问我自己呢。刚刚我与其说是灵光一闪，倒不如说是无中生有，也不对。反正我也不明白自己究竟做到了什么，当时只是想骂他们一顿而已。哼，这倒是越说越玄乎了。先到这里吧，他一切平安就好。没关系，我就是有点难受。米斯特林，你这家伙对他做了什么？奇洛前辈，这大概只是我使用高塔贤者能力后的副作用吧。米斯特林没有骗人，我们的确需要立刻前往高塔。我很高兴希儿能这么想，但于情于理，我都需要向你说一声对不起。那并非是什么副作用，你原本也不必承受如斯痛苦。只要我稍微强硬一点，放弃给予你所谓的验证环节，毕竟对第二位高塔贤者来说，那条规则仍是不容忽视的制约。规则？是的，规则。在拯救之路上，高塔贤者抵达了更远的地方，他因此明白，被高塔选择之人，亦将为高塔所困。